漂向真的很乱，这个漂向真的很乱了。我要来，现在来了一群，看到了，来了一群这个三竿三尾，来了一群啊，青尾鹧。这个鱼啊，就是在水质好的地方才有，水质不好啊，它就没有这种鱼。鱼有进口的动作，只要是鱼吃口，它就有进口的动作，看到了吧？怎么能难抓呢？实际上，你基本功不到，你觉得难抓；你基本功只要到了，你观漂，只要基本功到了，每个漂有每个漂的语言，这个漂语你能不能懂？啊，你用的这个漂。它给你的语言你能不能懂？它是什么鱼吃？那鲈鱼吃就是很脆的，大一口；这个鱼吃直接就黑。上期节目中，当地钓友钓获的棍子鱼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鱼种，引起了大毛的注意。结束了划漂做钓，万年钓友带着我们在大港桥水库继续搜寻钓点，希望再来一场。我们早晨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转了几个地方。因为上一期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老杜跟他们钓的那个小，你们叫什么？叫棍子鱼是吧？肉棍。肉棍鱼。那这个鱼呢挺好玩的，而且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说不好钓，说它的口很多很难钓。所以呢，这种鱼呢也是我以前没有钓过的，我也想来再钓一钓。还有你说你们这还有什么青鲈啊？青尾鲈跟黄尾鲈差不多的是吧？一种。但是它是对黄尾鲈呢，我钓的很多，但你说的青尾鲈我可能还没钓过。正好今天呢，有的时间我们过来，早上就是选钓点啊，选了很多地方。它昨天晚上又下雨了，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脚上全是泥。因为这鲈鱼跟这个你说那个棍子鱼啊，它的应该的习性应该还是靠近有沙子的地方好，包括马口。哎，对，这边有黄泥的地方呢，就应该有沙子。你要如果在那个山上有石头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就是有桂鱼。有桂鱼的话呢，这些小鱼就少了，啊，因为什么它喜欢登这里呢？就是这个地方呢，一般桂鱼不太喜欢登有泥的地方，所以有泥有沙的地方呢，桂鱼不太肯在这些地方，所以这些地方呢，就是小棍子鱼啦，包括这些黄尾啦、黄尾鲈啊，什么青尾鲈啊，可能会在这。但我感觉还是选来选去，还是这块好一点。这下面呢，能看水的颜色能看到，这边大概在1米多，能看到颜色发黄，往这边呢就稍微发深一点。这样我选了，如果我找钓位的，可能我会找这个深浅交接的地方，稍微深一点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上面是浅的，稍微深一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就容易啊，就是藏这些鱼。行吧，我们就不行就把位置，你在哪？你在里面是吧？我在那里，这个里啊，你在那里面，那我就在这了，我在这块钓的。大鱼固然是每个钓鱼人的共同挚爱，但对经过多年沉淀的大毛来说，未知鱼种的特殊钓法也有着别样的魅力。在听闻当地钓友说到棍子鱼鱼口难抓，大毛决定针对这种小家伙进行做钓。可能很多钓友都觉得啊，游钓中国走到哪都是钓大鱼。其实钓大鱼一个是季节啊，另外一个呢，钓大鱼要有时间，还有一个钓大鱼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天气啦、气压啦，所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啊。当然了，钓鱼的人都愿意钓大鱼，我也愿意钓大鱼，但钓大鱼还是一句话嘛，可遇不可求。所以有小一点的鱼，或者有一点特有的鱼种，或者是什么呢？特殊钓法，还有很多不好钓的鱼，我们愿意去钓，啊，也想愿意去挑战它。因为昨天晚上有钓鱼在说嘛，说这个鱼不好钓。本身这个我都没打算再钓这个鱼了，他们说这个鱼不好钓，口味不好看。其实鱼它都有很多的共同点，有很多的不同点。首先钓这个鱼呢，你要了解这个鱼，了解它了，这个鱼就相对就好钓了。另外，在我们游钓中国很多评论上面有很多钓友，可能我今天做的这些有的钓友都会了啊，绑线我还不会绑嘛。是的，但是呢，调漂谁不会调？是可能比我钓的还好，但是问题，
还有很大一部分在留言上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尽量的让我们讲一点这个基础上的这些知识。就是可能很多钓友以前是不钓鱼的啊，看完《游钓中国》以后啊，他们开始喜欢上钓鱼了，但是他们对钓鱼呢是一知半解啊，怎么样的选择浮漂，怎么样的去调漂啊，怎么样的去获饵啊，包括怎么样去找底，可能有的钓友啊都不是那么清晰，所以我们还是想今天主要讲点基础上的东西吧。找好钓点之后，大家一起帮忙架好钓台。近年来，我们虽然常常在水库、大水面垂钓，但每次准备工作总是细致入微。在一旁观看，对钓鱼人眼到、心到、手到，大家有了切身的体会。今天我线组用的很小，主线用的是0.8的钢绑的主线，子线是0.3的3号锈。因为它这里面的鱼啊，尤其是棍子鱼，嘴巴特别的小，包括它那个布鱼啊，嘴巴也是朝下的，也不大。因为它这个漂挑完以后，我到时候洗一下漂，应该你就能看到。因为这个漂呢，我也没有用。一般，有的漂呢就可能洗完以后也没有感觉，但有的很多漂啊，钓完以后，你洗完以后，它的目数是不一样的。你看现在下去感觉到不顺畅了。在这个葫芦上停顿了很长时间，底下有小鱼，现在在5目，能看到现在在5目多一点。这个水深呢还应该是没到，我大概刚才把漂啊撸下来，大概有1漂深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浮漂啊，洗一下，你们再看一下它到底在几目。我脚上就有黄泥，这全是昨天晚上下雨了。顺时针，尤其是漂尾，你要立时一下就把漂尾撸断了，轻轻的洗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在几目上面了啊。漂一翻身以后啊，我们就看到主要是下降这个速度啊，是不是很均匀？因为它漂一翻身是前坠到底，它一翻身，然后钩子摆度啊摆到底了，它漂才能缓缓的往下下。我们调的时候呢是5目，现在洗完7目了，来回的划一划吧。底下小鱼多了啊，我来往这边跑一点，不往那边跑了。底下小鱼多，有时候你也调不准，它老是在底下在追你的钩子，顶钩子现在就准了，就是我们开头调到的目数了好，这样就准了，我们可以先钓的，钓过以后可以验一下漂，因为你反复的钓踢竿，它的水的摩擦，这样的话漂一会就干净了。我今天用的是狂盗鲫2号狂盗鲫，它这个新香的，你也用啊？用。你也用了，你们都用了，我就开2袋吧。这个水还是一次性让它吃透，哎呦，这样还是这样方便，这样焯水焯惯了这要让它充分的把水吸透了。我们用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团大的。这个掰一半出来，这一半呢就不要动它，因为这个饵料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动物蛋白在里面，虾粉在里面，它呢会反水，所以我们就不动它。现在我们钓这一块就可以挤压一下，不钓的那一块啊可以放旁边，拿手上钓的那一块呢就始终可以，因为你始终在拉嘛，这饵料始终越摸越熟，越摸越熟。到时候你感觉到状态不好了，放在旁边，再另外一团，再用另外的一团。而且有时候呢，可以蘸点水。像我现在开始用，因为现在这个水深了，我可以加点水，因为这水深，如果你这个太干了以后啊，它倒水里面就爆开以后到底就什么都没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就手蘸点水，
手沾点水。但这个不动它，这个为什么不动呢？这个它一会它自己会反水，但这个呢，你可以用手去压，把里面的空气全部挤压出来。全是小麻鱼了。现在这个要找底的话，真的都不好找了。说心里话，小鱼太多了。你要先找太大，一下找它的底就不准了。它的鱼本身就乱。找底用铅找底和挂上钩找底跟挂下钩找底有多少？你现在要挂什么呢？要挂下钩找。你要挂上钩找的话呢，容易挂底。你比如说底下有东西，你挂着上钩了，你这个下钩是不是躺倒了？你躺倒就容易挂底。所以你看，我挂了下钩，看到了吧？这就到底了。现在到底了，你知道了哦。现在是到底了，你不知道了吗？知道就简单了。好，你现在已经找到底了，现在可以把铅拿掉，你可以就正常的去拉下去钓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棍子吧，是不是棍子？啊？磨刀不误砍柴工，这句古语果然不错。大毛一边仔细调试钓具，一边给当地钓友们讲解。钓前的准备工作虽然延长了不少，可一旦下竿，却让鱼儿没有半分犹豫的机会。轻尾部。冲劲还大了，这个鱼。好，下去。还是这玩意，又是这玩意，来了一群，来了一群啊！哎，哎，小王啊，今天要钓这个要发财的。我这里开始连竿了。这水太深了，只能扎蛤蟆钓。漂向真的很乱，这个漂向真的很乱了。我要来，全这来了一群，看到了，来了一群这个三竿三尾，来了一群啊，轻尾部。这个鱼啊，就是在水质好的地方才有，水质不好啊，它就没有这种鱼。鱼有进口的动作，只要是鱼吃口，它就有进口的动作，看到了吧？怎么能难抓呢？只能讲你基本功不到，你觉得难抓；你基本功只要到了，你观漂，只要基本功到了，每个漂有每个漂的语言，这个漂语你能不能懂？啊，你用的这个漂。它给你的语言你能不能懂？它是什么鱼吃？那固鱼吃就是很脆的，大一口；这个鱼吃直接就黑，啊。你看，有的口可以放，有的口啊它是衬线，或者是那个小尖嘴，就尖嘴餐的，像尖嘴餐的口你打它也没有。看到了吧？看到没有？这样的口啊，就是让你提前钓2个小时，能钓不过它。不是这个钓鱼有时真的，应该是
很多年历练的，因为尤其我们以前钓这个冬钓，那个口很轻的，你这个口就太大了。但是不管口大口轻，它肯定只要鱼吃口，它就有进口的动作。什么口你抓，什么口你要放口，这个你不要见口就抓，你自己就抓到最后你就不敢抓了，啊！你看刚才那是一口，我就没抓它，那再往上顶了，对不对？像刚才那个口也可能是口，也可能不是口。所以你不明确的你就不抓的，像那样的口就要抓它了。它有的是蹭线，有的鱼啊它是蹭线，但有的是真的是口。这口你要能分清楚啊。相对于大毛的立竿见影，一旁钓友的上鱼则显得略显曲折，空竿跑鱼的状况时有发生，但钓友们比邻而坐，互相调侃，大家的笑声也让水库的氛围变得轻松不少。哎，这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还是你那的要跑吧？对，你还没跑2条吗？又跑了一个吗？哎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又跑一个。你看，你刚跑过来，我这就吃了，你看多好。人品有问题啊，老杜啊。大马老师那的轻尾多，啊？你那的轻尾多。我轻尾，你那轻尾也多啊。我棍子多。啊，你棍子多啊？我轻尾会跑，他说不让我钓。我这有轻尾有棍子，啥都有。双节棍。嗯。大马老师上鱼了。黄尾、小青尾、小青，哦，这个鱼啊，哎呀，力量太大了，你看，它根本就不听话。不是你们当时昨晚说的那么神，又小口多了，又这样。它这里面蓝钓是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它里面有一批那个青餐，就是那个肉餐啊，那个贼很小，动作很快，在拌水这个鱼容易接。那就这个鱼呢，它顶着漂了。这个鱼呢，它嘴巴特别小，就它难钓一点。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，时间渐渐流逝，水面上下也有了细微的变化。随着垂钓的不断进行，饵料状态悄然发生转变。之前刻意拉出的球状饵，已经伴随着对饵料不断的按压，慢慢消失，与之对应的吃口也愈加难以捕捉。它这个冲劲太大了。不是啊，正好摸到花期了嘛，它一蹭线嘛，它要玩它哪有那么大劲啊？我整个身子探出去了。现在这个饵料呢，现在已经反水了，就是刚才为什么讲不是讲反水？我刚才水啊加的很多，我这大概钓了2个多小时以后呢，这个状态明显就感觉到就不如开始的状态了，要拉几次才能拉出来。你看，看到了，而且它这个状态还不好看，就拉出来它不够圆了。我们拉饵呢，主要就要把它拉圆，不能有这些絮状，旁边要拖的絮絮状状的饵料呢，就这些小鱼啊，容易啊就是吃这个絮絮状状的，漂上动作很多，但是不容易打到它，所以这饵料这样一出水就没办法再用了。这饵料真的都有点死了，我一会儿要重新开一点了。明显有口打不到它了，同样是早上那的口打不到它。当地钓友王仁华对垂钓的钻研与执着，让大毛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钓友坐上钓位，小试几竿，一边让他感受调教好之后挥竿的不同，一边在一旁指出钓友的动作不足。有了最直观的对比之后，大毛再次上前示范自己做钓的动作习惯。胳膊伸直了吧？是这样刺鱼的吧？你这样一刺鱼，你胳膊是不是已经到极限了？如果鱼现在冲出去了，你还有回的余地吗？你只能把杆子扳了，要不然你没有回的余地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是这样一刺鱼，唰，这样一刺鱼，鱼再一冲，你再往前一够，你这个胳膊整个胳膊出去多少公分了？60、70公分了。
他如果说，像有些比赛啊，那就是那个不是会探的绳子钓吗？探绳钓那也是这样起钩，也这样起啊，也是用手腕起啊。用手腕刺的话，它一般它这个动作很轻，但它瞬间爆发力很强。这时候鱼啊，它不知道往前冲的。我们经常打比赛，整个透出去，鱼一吃钩，手一抖，它只要这个鱼不冲了，我轻轻就倒手把它牵回来。怪不得我看着人家一抖，你看把就顶得住，我们一抖就切了。你那个抖法不一样。我们等于伸出去以后，整个往这样去。那不行，那一下鱼就冲了。下午4点，垂钓进行许久之后，水面聚集了一群小杂鱼，让拉尔难以到底。虽然今天的作钓已经进入尾声，但是总爱尝试不同钓法的大毛并没有坐等收竿，继续尝试变化饵料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效果。就是平时他们打比赛呢，这个呢，就是可以用什么呢？小黄面开散饵散泡。散泡钓鱼它并不是饵料怎么样，它主要是状态。有时候呢，这个用小黄面呢，可以加各种小药，什么药酒啊、添加剂都可以。但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加，就是主要还是想避开这个小杂鱼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把水比加大。水比加大，我们是要它的粘度，啊，不要它的雾化。你要太雾化了，反而我们钓效果不好。我们就要打，你要这样打，你要在竞技场里面钓，那就完了，你钓不到鱼了。它不雾化，它就没办法钓。它主要是靠它的状态去诱鱼。我今天因为它这个地方掺条小白条太多了，小白条多你没有办法了。我现在用这个小黄面去钓到了，也是完了。现在也差不多，我们本身就要收了。你说你早上就要想看小黄面，什么叫小黄面？这就叫小黄面。将拉饵换回手搓饵，小杂鱼果然避开不少，渔获的个体也有了一定的增长。大毛挥竿不久，再次让当地钓友王仁华上前感受一番。两人虽然年龄有了不少的差距，但对垂钓共同的热爱总能聊到一起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喽。好，连棍子鱼，蹦掉就蹦掉，不管它，蹦掉就蹦掉了。你看看蹦掉多少，小白条、棍子鱼，啊，这一盆，这就是所谓的固鱼啊。哎呀，你看看多少，这个固鱼嘴巴。哎呦，我真没少的。哎呀，它这个鱼的嘴巴就是朝下的，你看，你能看到这嘴巴是朝下的。所以这个鱼呢，我们平时要针对钓这个鱼呢，就会挑低目钓高目。来，走吧，都走吧，好吧？你看多少，而且还不小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回头游走了，都缓过来了。傍晚，鱼口逐渐沉寂，大家也都收竿休息了。一心研究钓法、努力变化的大毛，虽然没有刻意寻求钓获的多少，但是在对路的钓法中，总有不少收获。万年的游钓之旅在此也告一段落。虽然告别了这里热情的钓友，但有了他们的支持，让我们前进的路途更加坦荡。